先聊一下意识好了。意识啊，因为意识可以讲到很多层面。嗯，现在的意识区分，以荣格来说是比较多人说的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意识，就是想法啊这些是存在于显意识，也就是自我意识。那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后面里面又有一个潜意识，它大致分成三个，就是自我意识、潜意识，然后跟集体意识，它大致分成这三个。一般的心理学只分成个人意识跟潜意识，那有的又把潜意识中间加一个下意识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但是其实意识它就有点像一个倒金字塔这样。平常我们的意识集中去看一件事情或想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好像金字塔的那个顶端一样，我们只集中在一个目标。我们看到车，然后想说，这台车如何如何，那我们就只看到那台车，所以我们的目标就好像一个金字塔的顶端一样，只放在一个地方，所以它的范围是非常小的。我们注意哪里，然后就只盯着那里，就这样。那意识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显意识，就是注意什么。那这个意识除了注意之外，也有思考啊等等的作用。在这个意识底下有一个潜意识，一般说的就是潜在的意识、内在的意识，也就是我们平常看不到，但是里面会跑出来的。就比如说，我们看到东西之后，我们就会去搜寻我们内在的资料，那个资料也就是潜意识，并且我们会对这个东西、对这个现象喜欢或不喜欢，这些都是潜意识里面的内在资料库拿出来比对，这个就是潜意识。我们做梦的时候也会进入这样的一个范围，就是进入潜意识的区域。但是其实意识非常广泛，因为它像一个倒金字塔这样，比如说这样子一个金字塔，那金字塔上面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个人的显意识，比如说这样子就是个人的意识。那下面有一个区域叫潜意识，那在下面一个区域叫做集体潜意识。荣格说的是没有错的，有一个区域叫做集体潜意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体意识。那个集体意识到底是什么？集体潜意识，也就是在这个金字塔，比如说个人的是这样子，那在集体潜意识的这个部分，那就会跟别人是交错的。比如说我的金字塔是这样，那另外一个人是这样，那在交错的那个部分有一个交错的部分，然后很多人会交错在一起，那个部分就是集体潜意识。所以就变成每一个人的金字塔有一个地方是交错的、互通的，那个就是集体潜意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体意识。那在这个集体意识再深入有没有？有两个意识。这个大概没有人这样提出来，不过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有两个意识。荣格有说吗？没有，他说的没有，他没有说。他说再下去就是一个未知的部分。未知啊。那我现在就把未知让各位知。你怎么知道未知的东西呢？因为意识是这样子，所有的意识从显意识、潜意识、深层的潜意识、集体意识，然后再深入后面，到最后留下来的一个是什么？就是觉察。所以你深入你自己的内在的觉察，到最深处的时候，整个意识其实都会被你看到。这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不只是最外面的个人意识，也就是显意识、潜意识、深层潜意识，然后再进去的部分，然后到最后，然后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啊，都到最底了。还有一个东西存在，永恒存在，就是我们的觉察。所以为什么你如果能够安住在你的觉察，每一个时刻你安住在你的觉察，然后在深深的觉察的时候，你就连你的潜意识，包括更深的意识，你都能觉察得到。所以这个再深入到底有什么？我们不是会说一个东西叫做高我？高我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之前解释说是一个神圣的意识。那神圣的意识是什么？那就是在集体潜意识再深入的地方有一个神圣意识，神圣意识的范围。那这个范围就很大。那这个范围是用来把你的集体意识、还有潜意识、还有个人意识导向最后的那个地方。它的用途是作为媒介，因为它作为最后的那一层跟前面的这一些中间的一个地方，它刚好就卡在中间。它介于个人啊、潜意识啊、集体的潜意识啊的下面，然后再深入的意识的上面。那所以它就介于卡在中间，所以它作为这两者的媒介，它把前面这些导入最后的那一个，那这个叫做什么？神圣意识。
我们之前有谈过说，高我它的趋向就是把我们导向最终的神圣的目的而存在的，所以这样解释大家就比较更清楚，它的意义在哪里？因为它就介于最终的意识跟前面的这些意识的中间，所以他就把这些导向最深入的那个。哦，那你不是说高我就是现象吗？高我就是现象，对于最终的那个意识，那个叫做宇宙意识也好，至上意识也好，其实换一个最简单的名词，就叫做觉察，就叫做观察者。观察者意识、觉察意识，但是你把它称为上帝意识也可以，至上意识也可以，什么都可以，它就是最后的那一个。那所以这到金字塔最深入到最下面的海洋到底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觉察。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深的部分。那所以高我就是因为它介于最深的这个部分的前面，那所以它把其他的这些企图导向最终的这个觉察。那它是怎么导向的？它会做什么？它会在你这整个前面都是故事，包括连高我对于最深的觉察来说，觉察是故事外，那故事内所有都是故事，所以包括连高我，它都是你觉察的对象，都是故事。所以不管你是个人，就是显意识、潜意识、集体潜意识，然后跟高我的这个神圣意识，然后到最后的这个觉察，觉察之前的这些全部都是故事，全部都是你可觉察的对象，它就是一个现象，可以这么说。那有人问说，高我是一个个体吗？它有它的个性吗？或是喜好啦，等等等。这整个里面，我们其实从来没有谈到一个我在里面。前面的是个体意识，然后再来潜意识，然后再来集体潜意识，然后再来这个高我意识。这整个里面其实没有一个单独的我，这整个里面全部都是信念的内容。所以既然是信念的内容，有一个东西叫做我嘛，其实整个都没有，都不是真的什么我，没有我在里面。所以它全部的内容都是一些信念所组成。个人的这个显意识，它也是信念。那在潜意识所储存的，它也是信念；集体潜意识在跑的，全部也都是信念。那包括连高我的意识，它以什么来运作，还是信念。所以整个都是信念所组成的。既然都是信念所组成的，我是什么？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东西，只是一些信念所堆叠而成的现象。那在这整个里面有我吗？没有我，所以整个我们的世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东西，从头到尾都没有。那为什么我们又对我这么强烈？我们只是把那个金字塔最前面的那一端叫做个人的意识，个人意识我们把它认为是自我的东西所堆叠出来的，然后认为那个是自我，所以那个东西我们就把它称为个人的意识，那就把它变成一个我。那其实整个都是信念所组合而成的，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我这种东西存在。所以意思是，如果我们要跟宇宙合一的话，必须要让自我消失吗？这个跟自我本来就不存在，其实不用消失。所以我们要你说要开悟吗？要开悟其实跟自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需要让自我消失。这整个里面本来就没有自我，只是我们把某个区块认为是自我，属于自我的这种信念，我们把它组合成叫做自我这样一个东西。那既然只是在现象里面的某一个区块，我们把它认为是自我，那其实只是所有的信念里面的一小部分，我们把那些叫做自我，就是这样而已。那个需不需要消失？这整个所有的信念不需要消失，就可以到达意识之外的那个觉察。看到所有的现象，既然知道它只是现象，我们对现象的解释在某一个当下不存在，我们就穿透回到了觉察的本体，这个就跳出来了，不需要这些全部消失，我们才能够登出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相反的，反而是借由这些来看到这些不是，那我们就可能就可以发现那个是的。
是什么阻止我们登出，阻止我们开悟？这个就讲到注意力，我们注意什么，我们就把立足点放在哪里。我们从哪里去注意什么？我们通常注意什么，我们就站在那个东西，站在那个位置。所以我们很关注金字塔的最前面的这一块，也就是现象的发生最外面的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站的位置就是显意识，就是个人意识。所以我们是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向外看，所以里面所有东西都没办法发现，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的潜意识啊，集体意识也看不到啊，更看不到那个觉察。所以我们是向外看，看着现象，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向外看着现象，只是这样。那所以就看不到真正后面的那一些，这个只是一个注意力的问题。当我们注意着现象，外面的现象，我们就看不到里面真正的内涵内容。所以要去做的只是把这个对外的现象的这个注意力转过来往内，这个就是正确的方向。如何往内？如何往内有2个方式，第一个是看到现象之后，然后不看现象，而去回头看什么在看着现象，这是一个回头的动作。我们看到现象之后，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电脑荧幕，那我就来看到底是谁看着电脑荧幕。我觉得我的身体在看着电脑荧幕，我再深入去看谁在用我的眼睛去看着荧幕，谁在觉察着这一切。所以就借由现象回头去找觉察的那个位置，这是一种方式。另外一种方式就是，当我看着这个东西，这个荧幕，我不去解释它，事物是因为解释而存在。当我不解释它，解释脱落的时候，我就穿透了这个现象。当穿透现象的时候，会到哪里去？就看到了觉察的本身。因为整个所有的意识是在一个统一的意识场里面，我们只是在意识场里面升起了一个现象，然后并且解释它。当不解释它，解释掉的时候，你就穿透了现象。穿透现象到哪里去？不是到外面去哦，因为外面就是里面，里面就是外面。你只是在整个意识场里面生出了一个东西，把你挡住你的视线。当这个东西掉了，那你就穿透了。穿透到哪里去？就看到空的本身，也就是那个觉察。所以这2种方式都可以到达，一个是看到了现象，返回去找到底是谁在看觉察的现象；另外一个就是对现象的解释掉了，就可以穿透，也同样看到一样的觉察。觉察就是那个空，空就是觉察。这就是，所以整个意识我们不需要把它消灭掉，我们不是把个体的这个意识、显意识，然后潜意识、深层的潜意识啊、集体意识啊、高我意识啊，全部都消灭掉之后，我们才发现最终的那个，其实不需要这样。刚刚我们提出了2种方式，就可以马上找到这个。那找到这个就叫明心见性。你说最上面那个是什么？最上面就是个体意识，也就是显意识。所以可以直接从个体意识，然后不解释观察，然后直接跳到最下面。没错，所以当你一不解释，所有都贯穿，整个穿透了，然后就看到这个，所以不需要经过这个过程。那会不会有这个过程，就是看到现象就是越来越开阔，越来越开阔？这个就是扬升的概念，也就是入定的概念，也就是当你修炼定境，你越来越往内走，你把你这个金字塔前面的这个停下来，这个就是你的思考啊、头脑啊这些停下来的时候，你就会从显意识开始往潜意识走。那有很多人静坐的时候就看到自己内在很多的层面，就是因为你深入到潜意识，甚至你会发现到，我的前世如何如何。我静坐的时候突然看到画面，那些画面从哪里来？潜意识来的。那甚至有可能是从更深的集体潜意识来。有的人在静坐中，觉察到世界可能发生一些什么现象，然后开始预言。那些怎么讯息怎么来？就是集体意识场来的，集体意识的这个范围。所以当我们深入内在的时候，就可能有讯息跑出来。但是也可能不会有任何的讯息跑出来，你只是让自己的意识一直深入，很沉淀，只是这样子。那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，需要多久的时间？需要非常久，你才能达到很深的深度。所以那个时间是非常耗费时间的，我们一辈子可能都达不到那个深度。
所以最快的方式直接穿透它就到了。哦，直接穿透它。直接穿透它就到了。你是说那个要入定啊什么那个还比登出还难？还难，不是说它很难，是需要很久的时间。需要很久。对。就不是修假的，就是你就需要花时间。要花时间，要功夫啊，要花时间。像弹钢琴啊那些。对，要练很久这样。其实入定是境界吗？入定是一个境界，它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修行。那如果这个不是解脱，不是登出开悟，那为什么又很多人要修入定？有什么帮助吗？它是有帮助的，它可以让你超越你平常的这些意识的范围。所以平常我们的潜意识，你可以停下来，脑袋可以停止。这时候脑袋停止，你还是对自己有认知，你还是摆脱不了这个所有的这个意识。但是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很安定的在一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你同样可以去找你内在的源头。在这个情况下会比较安定。平常我们被我们的想法拉来拉去、跑来跑去，你根本就一下子就一直分心，没办法去找。那所以当你安定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一个地方，你还是可以去探寻、探究真正的你是什么。你就在一个完全平静的地方去探究你是谁。所以这样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方式。但是其实完全不用。我们提出的就是，其实你看到现象，你对现象不解释，那个解释脱落的一瞬间，你就穿透了。你不需要去花很久的时间修炼定境，然后哇，好不容易10年的功夫，然后哇，能够脑袋都没有想法，能够进入定。但是你花了10年去做这件事情，是相当久的时间，对呀。可会不会其实可能有些人想要登出啊解脱，真正的解脱，但是他不知道法，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就以为是不是只要修到入定，那就是解脱？是没有错啊，就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。因为他不知道，其实一切只是被现象绑住，现象一脱落的一瞬间就穿透了，并不需要很久的时间。不过今天我们不是谈解脱，但是顺便带到解脱。今天谈的是意识的层面。那从意识的层面，今天大概聊一下，让大家了解。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时间之后会聊梦这件事。梦的范围就很有趣了，它不在我们的显意识的范围。做梦的时候，你会进入潜意识的范围，从潜意识，然后到集体潜意识，然后到高我意识，都可能在梦境的范围里面。所以梦境的范围非常大，所以梦境可以探索的地方也非常多，然后梦境可以去运用的技巧也非常多。我们谈到在现象里面离开现象就可以解脱，那我们在梦境里面，就是在潜意识、集体潜意识跟高我意识的这个范围里面，是不是能够离开这些现象、离开这些信念，然后解脱？当然可以。所以也有在梦里面解脱的方法，那个就叫梦瑜伽。梦瑜伽，对，那个听起来应该会很多人有兴趣。就是修行的时间不止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连睡觉的时候你也可以修行。如果真的要解脱，就是平常也可以去解脱，做梦的时候也照样可以解脱。那梦瑜伽听起来是不是前提是要能灵魂出窍或清明梦？这是2种不同的理论，就是有个理论认为一定要清明梦才能够达到，另外一种理论认为完全不需要清明梦，重点是那个观察者。一种是在清明梦的状态下，在梦里面去主导，让你自己能够离开所有的现象；另外一种是你保持着那个观察者进入梦境，你自然而然在梦境里面也在一种觉察的状态，在那种觉察的状态里面去解脱。这是2个不同的说法，但是其实都是可以的。那在梦里觉察比较容易解脱，还是现实生活？其实是一样的。一样的。只是因为我们人睡觉的时间很长了，这么长的时间不利用，很可惜。可是不是说时间是假象，其实是没有中断的，是瞬间咔，然后又跳到另一个场景啊，睡觉，起床。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故事嘛，你讲的是那个很深层的无梦期的时候，无梦期就没有梦境的时候，然后也没有清醒的意识的时候，这时候是什么？这时候其实它意识并没有中断，只是那一段时间其实是不存在。之前我们讲就是一个像转场一样，就像我们拍电影，从台北要拍到高雄，我们可能先拍一段台北哇这样的剧情，然后一转眼就开始拍高雄了。
那中间那段时间到哪里？其实没有中间那段时间，它只是影片的一个过场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晚上做梦也会出现这种过场，那之后我们对梦境的话题应该是蛮有趣的，期待，应该大家都期待吧？对呀、对啊应该是蛮喜欢这样的话题。喜欢很多人喜欢做梦啊。对，我们会带到在梦里面去玩，怎么去玩，那也会带到在梦里面如何去解脱，这两个方向都会带到。所以之后在这些过程里面，我们也会带到潜意识的部分，我们就会带到梦境，也会讲一讲集体的潜意识，然后在梦境里面相关的它的一个关系是什么，然后怎么去运作。那在梦境里面，其实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梦，然后你也做了一个梦，其实我们在梦里面有交集，其实是有可能。有可能的，这个部分其实就会牵涉到灵魂出窍啊这些东西。之后我们会比较深入的来探讨。好，大家期待吗？期待在下面留言说，我想看。那我们之后会陆陆续续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这集就结束啦，拜拜。拜拜。